结婚3年，老婆拒绝和我同房，却找她闺蜜老公要了又要。那晚我才发现我老婆有另一个家。3小时前，波斯地毯上还残留着我的狼狈，我衣衫不整，她却只发丝微乱，漆黑的眸子里盛着歉意。停云，抱歉，我确实提不起兴致。我红着脸从她身上退开，语无伦次的圆场，没事，咱们不急，下次换种方式。想逃却又硬生生顿住脚步。沙哑着嗓子补充，挽着我们时间还长，以后总会好的。他落寞摇头，拿起外套出门，像过去3年里的99次一样，但这次我跟了上去。车上3个小时的颠簸里，月光将他的侧影勾勒得柔和。原来他不是冷淡，只是对我冷淡。想起他碰我手都会脸红道歉的模样，我咬碎了牙拨通母亲电话，妈帮我找新的联姻对象吧。我想离开苏家，早说过他不合适，赶紧离婚回来。有的是好姑娘等着。好，我尽快。挂了电话，我看了眼车里的苏婉舟，转身回了单位。值班室刚坐稳，护士就来报，有家属要扭伤他妻子，要求急诊。奔到急诊门口，脚步猛地顿住。苏婉舟正小心翼翼扶着个男人，那男人穿的雀凉衬衫，宽肩窄腰，此刻正痛苦闷哼。婉舟，我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，有我在。他柔声哄着，嗔怪地瞪他，都怪你缠着要了又要。男人宠溺地刮他鼻尖，下次注意。他身上那件月牙色旗袍，分明还是3小时前的那件，上面甚至有我留下的痕迹。苏婉舟回头看见我，身体一僵，慌忙松开手，淡淡笑着问：停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医生，不在这该在哪？他愣了下，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同事有事我替办。我的视线落在那男人身上，这位是我队友的遗属池翔，我答应过要照顾他。他赶忙解释，停云先给他做检查吧，有事之后说。我没多言，带池翔进了病房，确认他无碍，刚要走，苏婉舟却拦了上来，神色凝重。停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他盯着我一字一顿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猛地睁大眼睛，他立刻解释，你别误会是假的。池翔和我队友的孩子快半岁了，我想帮孩子上户口，话音未落，池翔突然跪到我面前，哥求你看在我们父子相依为命的份上帮帮我们，我不会影响你和婉舟，只是不想孩子连母亲都没有。他满脸泪痕，不知情的怕是要以为我欺负了他。苏婉舟扶他起来时，眼里那抹心疼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停云，别怪他，他顿了顿，意有所指，况且这也是为我们的未来考虑，我们可以当孩子的干爹干妈，你不是早想领养吗？这样更省事。若说之前还有侥幸，此刻我只剩笃定，他们的关系不止表面那样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每次撒谎都会不自觉摸鼻尖，刚才他至少摸了5次。我苦笑一声，声音发涩，从刚才到现在我没说过一句话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怪他？苏婉舟愣住了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问。我答应离婚，什么时候办手续？见他没反应，我补充道，今晚太晚，明天一早婚姻登记处门口见。转身要走，他却拽住我，停云，你还好吗？我面无表情地甩开他的手，强压着怒火，我没事，为了孩子名声，离婚后该避嫌，别再像今天这样随便拉我手了。丢下冰冷的眼神，我转身离开。看我背影时，苏婉舟的神情里总透着些疑惑，像是觉得我哪里不一样了。次日清晨，我老远就看见他在登记处门口踱步，久等了，我走到他身边，语气疏离。他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见我已迈步进去，只好跟上。拿到离婚证时，我整个人晕乎乎的，像做了场荒诞的梦，眼里满是苦涩。3年前我怎么会想到，那个曾满心满眼都是我的苏婉舟会走到这一步？我让他先回去，自己去了车站买了最近发车的票，7天后我就要离开这里，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到那时我和他再无瓜葛。队里是忙，苏婉舟总不回家，家里常只剩我一人，静得发慌。今天刚到门口就听见屋里的嬉笑声，推开门，苏婉舟和池翔齐齐回头，我的脸色沉了沉，果然他把他带回了家。停云，你别介意，池翔一个人不方便，我接他来住。他赶忙起身解释，我没应声，扫了眼屋子，池翔的东西随处可见，而我的行李被塞进编织袋扔在角落。见我盯着袋子，他不自然的咳了声，我们现在离婚了，怕人误会，你先委屈出去住段时间，房子我找好了，等孩子上了户口立马接你回来。我垂眸客气的点头，像个客人，不用麻烦我住卫生院就行。他脸色微沉，抿唇道，停云，我们只是假离婚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丈夫。池翔上前一脸愧疚，都怪我拖累你们，我还是走吧。说着往门口挪，路过我时却突然脚下一滑，我眼疾手快拉住他，笑里藏着冷意，下次小心被人误会是我推的就不好了。拎着东西要走，苏婉舟追上来，太晚了，明天再搬吧。看了眼窗外的黑夜，我叹了口气应了。往客房走时，编织袋里掉出样东西，是奶奶留下的玉佩，已经4分5裂，血液瞬间冻结。这玉佩我一直好好收着，怎么会碎？定是有人故意为之。我捡起玉佩，怒意翻涌，谁收拾的我的东西？池翔上前，是我霍哥，我放进去时还好好的，语气满是歉意，眼底却藏着挑衅。我咬着牙，指尖泛白，他似乎被我的眼神吓到，踉跄后退。苏婉舟不动声色挡在他身前，皱眉道，停云，冷静点，不就是个物件吗？我身子微抖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知道这是奶奶留给我的念想。抬眸时撞见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厌烦，我忽然冷静了。是啊，他不爱我了，怎会为我主持公道？他无奈叹气，说不定是你自己不小心摔的，别总怪池翔。我苦笑一声，拖着行李走向门口。他的样子让我厌恶，也让我明白他的承诺是不可靠。苏婉舟强压着不耐想牵我的手，被我躲开。停云，你去哪？我说了明天再搬也行，我在这怕是碍着你们了。我低着头加快动作，不想再给他开口的机会。门开了又关，我靠着门板蹲下，抬手一抹，才发现满脸是泪。次日晌午，苏婉舟专程来卫生院找我，我心刚软了些，他的话就像利刃扎进心脏，让你搬出去确实不妥，我帮你请了半个月假。池翔腰伤没好，正需要人照顾，你是骨科医生，没人比你合适。我皱眉，语气不悦，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他放软语气，装作关心，停云，我是为你好，你最近憔悴的很，正好休息。我冷笑，他倒是说的冠冕堂皇，抬眼看向他，眼神淡漠。正因为我是医生，才该坚守岗位，让开，我今天还有手术，别耽误时间。苏婉舟没了耐心，直接拉着我往外走。霍停云，我没开玩笑。他粗暴的把我塞进车里，往家开去。苏婉舟，你疯了！我不敢置信，让我搬出去的是你，叫我回来照顾他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他一时语塞僵持间，屋里突然传出惨叫，苏婉舟赶忙拉我去看。池翔坐在血泊中，浅色衣服被
被染红，慌张地朝他伸手。婉周救救我！他几乎扑过去扶起他往外跑，我却觉得不对劲，之前没听到任何动静，若是撞到总该有声响，地上血迹的颜色也似乎不对。没等细想，苏婉周转身拉住我，神色焦急。再回卫生院，我只好又被塞进吉普车里。病房里，池翔脸色苍白地躺着看着我们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昨天霍哥给了我一个药包后，就呼吸困难、头晕目眩，不小心撞到了。我面色凝重，满心疑惑，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药包？池翔眨眨眼，没有吗？昨天你离开后，我在衣服口袋里发现的，还以为是你给的，正想谢你呢。苏婉周夺过药包，打开一闻，脸色骤变，是曼陀罗粉。上次任务老张中弹，对医用它镇痛时他见过，过量0.1克就足以让壮汉谵妄12小时。这是你给池翔的，如果我说不是，你会信吗？我紧盯着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神已经出卖了自己。你不信我？我神色平静，语气却像在陈述事实。不是我不信你，我只是怕你不知道。这句话出口，两人都陷入了沉默。苏婉周脸上掠过愧疚，更多的却是心虚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只剩一片寒凉。你别误会，庭云。池翔插话，我只是怕外人知道了，说你气量小，影响声誉。我累得不想再纠缠，只淡淡道，我明白。转身往值班室走，任凭苏婉周在身后呼喊，自始至终没回头。我不想回家，索性留下值班。深夜的卫生院静得很，多数病人都睡了。我攥着病历本走在走廊，苦涩漫上心头，又想起从前。那时苏婉周为让我父母答应婚事，在屋外跪了3天3夜，雨也连下了3天。第4天清晨，我冲破阻拦冲出去，将她冰凉的身子抱起。她气若游丝，却还笑问：现在我能嫁给你了吗？我问她何必如此，她只替我抚平眉心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跪多久都愿意。男人粗重的喘息声拽回思绪，我停在池翔病房外，犹豫着贴耳听去。苏婉周的声音绵软发颤：阿翔轻一点，弄疼我了。池翔低笑，这模样要是被霍哥撞见，他早该回家了，不会发现的。他气息更乱，给孩子名分后，你还会跟他复婚吗？苏婉周顿了顿，我对不起，庭云不能不管他，只好先委屈你了。我死死捂住嘴，才没出声。想不通当初那么爱我的人，为何同房时总推拒，却转头找别人疏解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被这样羞辱？不愿再想，我一头扎进工作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午间刚想歇会儿，苏婉周就闯进值班室，攥着拳怒目圆睁。池翔失踪了，他拽我往病房走，问遍了，最后给他检查的人是你。说着摊开手掌心，淌着没袖口，我袖口恰恰缺了一枚。庭云别胡闹了，我知道你有怨气，但不能拿他身体开玩笑。我强压怒火，深吸一口气，不是我做的。他逼近一步，满眼怀疑与责备。你要说是巧合，袖扣被狠狠拍在桌上，金属撞击声让我一震。你把他藏哪了？别逼我报警。苏婉周的声音带着颤抖，我喉间涌上心甜抿唇苦笑，不是巧合，也不是我做的。池翔失踪与我无关。顿了顿又道，或许是他自己藏起来了呢。他皱眉刚要开口，病房外突然嘈杂起来，我定神一看，人群中间的正是池翔。苏婉周快步跑过去，满眼疼惜地虚扶着他，他身上好几处淤青，我上前想带他检查，池翔却像见了鬼似的挥臂阻拦，嘴里念叨：别过来，霍哥放过我吧，我错了。声音不大，刚好够周围人听见，尤其是苏婉周，他攥住我手腕拦下，还说不是你做的，他怎会这么怕你？猛地甩开我，踉跄后退，险些摔倒。他半扶半抱着意识模糊的池翔回了病房。池翔昏迷到晚上才醒，一睁眼就闹着要见我，他挣扎着想跪我面前，被苏婉周拦住。霍哥为何对我有这么大恨意？若因我占了婉周时间，等孩子上了户口，我认你了。你把我骗去废弃工厂，想找人打断我腿，我不怪你。苏婉周厉声打断，你说霍庭云做了什么？池翔慌忙摇头，没什么，是我迷路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迷路能到废弃工厂，别袒护他了。苏婉周心疼不已，你为他着想，他却想置你于死地。池翔的表演太拙劣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苏婉周还记得2年前我被污蔑私通吗？众人劝你离婚，说要以流氓罪关我，你挡在我身前说信我清白，唇角勾起，眼底一片凄凉。现在呢，你还信我吗？见他神色动摇，池翔忙道：霍哥，我真没事，别因我影响你们感情。苏婉周看看他又看看我，眼神渐渐，别岔开话题。我心已平静，闪过一丝决绝，我知道答案了，不信我就报警吧，我接受调查，清者自清。苏婉周愣在原地，一时语塞。池翔暗暗攥拳，眼神愤恨地盯着我，是他低估了我在苏婉周心里的分量。他眼中闪过算计，却没说话，显然还在筹谋着什么，是要让苏婉周断了复婚的念头。苏婉周没报警，这事不了了之。我默默算着离开的日子，从未觉得7天如此漫长。抽空回去收拾行李，才发现属于我的东西少得可怜，家里的钱大多花在苏婉周身上，我自己向来能省则省。出发前1天，我给家里打电话，母亲问准备的怎么样，啥时候回，都处理好了，明天就走。离开你要去哪？苏婉周不知何时站在身后，一脸疑惑。我慌忙挂了电话，随口敷衍，单位派我去参加学术交流会。他点点头，拿起桌上的药就走了。下午我主刀一还手术，正捏着手术刀专注操作时，手术室门被敲响，苏婉周的怒吼传来，霍庭云出来，分神坚守险些不稳，强压着干扰完成手术。走出手术室，我看着面色阴沉的他，也有些不悦，有什么事能拿病人生命开玩笑？他冷哼一声，满眼失望。池翔失血过多昏迷，情况危急，这不是意外，是你身边人干的。说着拉过一个女人推到我面前，要不是我发现及时，他不知要被祸害成什么样。女人躲到我身后急道：庭云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我按你说的做，你就帮我写推荐信考执业医师啊，是我的助理。池翔竟买通他来陷害我。苏婉周听完扬手给了我一巴掌，霍庭云非要逼死池翔你才满意，我一直不敢信你会害他，可你们一次次证明自己恶毒，是我看走眼了。望着他眼底的滔天怒意，我忽然笑了，若是我大可让他神不知鬼不觉消失，何必搞得这么漏洞百出？苏婉周，你好好想想，到底谁更不可信？他收回手，只剩失望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时护士匆匆跑来，不好了，霍主任池翔血压骤降。苏婉周瞬间慌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输血啊！护士面露难色，血库存血不足，已经从周边卫生院调了。苏婉周几乎不假思索，抽霍庭云的他和池翔血型一样。护士看了我一眼，犹豫道：可霍主任是我们的骨科医生，他本该主刀的。苏婉周撇撇嘴，语气不满，能主刀的医生多的是，非他不可。我揉了揉眉心，对护士说：找于主任来准备手术。护士一愣，那您呢？抽我的血吧，我们是医生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我打断他要说的话，病人安危要紧。转头看向想溜走的助理，冷声：我会向院长反映今天的事，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他脸色瞬间惨白。到池翔病房时，于主任已就绪。苏婉周坚持陪手术，众人拗不过，我躺在旁边感受着血液被抽出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头晕愈发明显。护士大喊：已经600毫升了，不能再抽了。苏婉周立刻道：池翔还没脱险继续，再抽霍主任会有危险。
危险。他迟疑了下，仍坚持。他现在不是好好的脸色白而已，总比迟祥情况好。况且这是他欠迟祥的。我眼前范白耳畔声音模糊，死死咬着下唇，掐着掌心，用疼痛保持清醒。他语气不容置疑，眼神却只盯着迟祥，满是担忧。昏沉躺了3天，喉间干哑如塞着带刺棉絮，撑着坐起时，瞥见助理在门口鬼祟。你在这做什么？我蹙眉，他走过来，把录音笔塞进我怀里。霍主任，您交代的是办好了证据偷来了，只是孩子被苏团长护着，没机会下手。你要对谁下手？苏婉舟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，他面色铁青，显然都听到了。助理慌忙否认，苏婉舟却盯着我怀里的录音笔，一把抢过按下播放键，里面是经过剪辑的音频，断断续续。迟祥，你以为能抢走婉舟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跟小杂种一起消失。他眼中怒火几乎要喷涌，捏紧录音笔。霍庭云，你还说不是你干的？上次你说没证据，现在证据在这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许是太愤怒，他手比脑子快，重重推了我一把，我后脑勺撞在柜子上，玻璃花瓶摔碎，碎片划破耳垂，血珠滴在床单上，像未绽放的红梅。我连苦笑的力气都没了，虚弱的仰头。你不信我再解释也没用。苏婉舟冷静了些，却仍觉得我罪有应得。这段时间别见了你好好冷静。迟祥和孩子被我保护起来了，别打歪主意，否则别怪我不顾其你。他转身离开，助理朝我挑眉跟上。我简单包扎伤口回了家，留下一封信，提上行李赶去车站。之前的票作废了，还好今天有车次，重新买票上了火车。火车启动时仍有种不真切感。苏婉舟的话仿佛在耳边，又好像很远，往后怕是不会再见了。从满心满眼都是彼此的恋人到如今这般，不过3年姻缘到此为止。迟祥和孩子被苏婉舟安置在军属医院，跟我说完话他就赶了过去。迟祥靠在床头，见他来，眼中闪过欣喜。婉舟，霍哥那边怎么样了？苏婉舟眼中掠过愧疚。庭云对你做的事，抱歉让你受苦了。他摇头，故作大度，没事，霍哥有怨气也正常。不说这个，看看孩子，他能做起来了可厉害。说着把婴儿放进他怀里。这是苏婉舟头次抱孩子，小家伙咯咯笑，让他有些无措。迟祥站在旁温柔笑道，刚才还哭，见了你就不哭了。体贴的伴侣，可爱的孩子，正是他曾无数次期待的场景。他渐渐放松，逗起孩子。庭云，你看，话没说完，他自己先愣住，为什么会下意识喊出霍庭云的名字？难道更希望身边是他？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。他想起我期盼已久的孩子，到底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的婚姻走到这步？是迟祥的出现让他对笨拙的我再提不起兴趣吗？迟祥见他失神，攥紧拳头，面露担忧。婉舟，你怎么了？他回过神，把孩子递还给他，晃了晃脑袋，没事，可能太累了，休息下就好。见他要走，迟祥赶忙说，婉舟和我办场婚礼吧，我想你堂堂正正嫁给我，让孩子有正式身份，等上完户口我就带他走，不打扰你和霍哥。苏婉舟猛地抬头撞进他眼眸，他别过脸，声音渐低，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我不该，终化作叹息。他望着他泛红的眼眶，指尖微颤，轻拍他肩膀，别这么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迟祥扯出生硬的笑，眼底却暗沉，跟你在一起从没后悔过，等你出院我们就办婚了。苏婉舟的声音像从远处飘来，他猛地抬头，眼中闪过惊喜，触及他眼底疲惫时又抿紧唇。婉舟，霍哥毕竟夫妻一场，婚礼的事先别告诉他吧，我不想再惹他生气。苏婉舟沉默片刻，点头，听你的。他转身看窗外，阳光洒在脸上，掩不住眼底的复杂。迟祥低下头遮住眼中算计，婚礼的事他当然会告诉我，毕竟霍庭云还得在婚礼上搞破坏，不请自来才更有信服力。迟祥把孩子放进婴儿床，目光在苏婉舟背影上停留片刻，笑意渐深。婉舟，累了就去休息吧，别太操心，我和孩子都盼着你好好的。苏婉舟应了声却没动，盯着婴儿看了许久，才转身走出病房，脚步比来时沉了几分。接下来的日子他几乎天天守着迟祥，一起商量婚礼细节，偶尔夜深人静会想起霍庭云，已经很久没见了，可他不敢面对，只当他还在生气。婚礼前夜，苏婉舟辗转难眠，去走廊透气时，听见楼梯间传来迟祥压低的声音，事情都安排妥了。另一个声音大，放心，到时候你喝了茶水昏倒栽赃给霍庭云就行，只是我很久没见他了，怕到时候。迟祥语气凌厉，没了往日温柔，这不是正好就说霍庭云谋害我们父子后畏罪潜逃，还是你聪明，当初要不是你我都想不到伪造音频。苏婉舟心头一震，那是霍庭云助理的声音，难怪觉得耳熟，可音频太仓促，疑点不少，苏婉舟没怀疑过。迟祥嗤笑，他心里有愧，我装的可怜些，他就只当是霍庭云在算计我。血瞬间冲上头顶，苏婉舟浑身发颤，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单纯善良的迟祥吗？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圈套，霍庭云才是被冤枉的那个。他悄悄退开回房，翻出录音笔，幸好没丢，反复听了几遍，果然发现不对劲，音频断断续续，有些字句的音调都模糊，为什么当时没听出来？他一向自诩冷静，但凡多想想其中的不合理，或许早就能发现霍庭云是被冤枉的。眼眸沉得像墨，苏婉舟总觉得迟祥还有更多事瞒着他，披了件外套，他直奔队里开始调查迟祥，直到天光大亮，看着桌上一堆文件，他的信念几乎崩塌。他和迟祥相识于一次聚会，向来酒量好的他莫名喝晕了，醒来发现他躺在身边，以为是遭人暗算时连累了他，便承诺会负责。那时他和霍庭云结婚1-2年，夫妻生活虽没了激情，但出于责任和面子，他不想主动提离婚。可迟祥给了他肉体上的欢愉，让他渐渐依恋，这份所谓的责任心让他进退两难，只能先瞒着霍庭云，直到迟祥说孩子要上户口，求他帮忙。苏婉舟想了很久，决定找个殉职战友家属的理由，光明正大的把他带回家。他以为只要行事磊落，霍庭云或许就不会怀疑，他们也不会闹得太僵。可他没料到迟祥从头到尾都在骗他，就连孩子也不是他的，而是他亲戚家的。他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接近，故意下药溜进他房间，全是看中他的地位，想借机上位。若不是昨夜撞见他的对话起了疑心，他恐怕还被蒙在鼓里。苏婉舟忽然想笑，这些日子的纠结愧疚竟成了一场笑话。为了维护一个骗子，她一次次伤害深爱自己的丈夫。看着他眼中的光一点点熄灭，弄清楚一切后，她平静换上礼服，去了婚礼现场。礼堂布置的喜庆，她的心却不在这，目光频频扫向入口，潜意识里仍盼着霍庭云能出现，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。迟祥入场，黑色西装衬得他宽肩窄腰，英气逼人。他看着他，不自觉想起和霍庭云的婚礼，那时他也是一身黑西装，只一眼就让人移不开目光。婉舟，我今天帅吗？他想牵她的手被躲开了，他愣神的瞬间，礼堂大门被撞开，几名警卫员押着慌张的助理进来。迟祥瞳孔骤缩，助理被按在地上哭喊：苏婉舟，都是迟祥让我伪造证据骗你，他知道你正直就自伤污蔑霍庭云，让你对他失望，再用愧疚把你拴在身边。迟祥脸色惨白，疯狂摇头，婉舟不是真的，我没有。抬眸撞上苏婉舟冰冷的眼神，一股凉意从脊柱窜上大脑。迟祥，他的
的声音淬了冰，字字诛心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？礼堂内一片哗然，池翔听着台下议论，恨不得钻进地缝。怎么会这样？苏婉舟怎么发现的？他知道了多少？他慌忙想对策，索性摆出委屈模样。婉舟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不想伤害霍哥，可我没办法。苏婉舟冷笑，爱我？你蓄意接近，连孩子都是假的也敢说爱？池翔身子一僵，他看了眼腕表，对他厌恶道：下午去婚姻登记处，从此两不相干，别再打我主意。说完转身就走，突然很想回家看看霍庭云还在等他吗？还是早就搬走了？他知道错了，见到他一定要道歉，无论他要什么都会答应，只求原谅。推开家门，屋里空了不少，他喃喃自语，果然搬走了。瞥见门口的信封，一眼就认出是霍庭云的字迹。拆开的瞬间，他踉跄后退，信上只有一行字：此生不复相见。霍庭云坐了一天火车回到老宅，正撞见母亲在廊下捡月季，霍母手里的园艺剪咔嗒落地，慌忙拉住他：怎么才回？我和你爸差点要去找你。他安抚的笑，出了点意外，没事了。霍府从厨房冲出来，端着搪瓷碗，心疼的看着他，瘦了好多。母亲冲了开局，试探问：你和苏家那丫头？对上他眼底的淡漠话咽了回去，那眼神像3年前的雨夜。苏婉舟昏倒在门前时，他隔着大雨看他的决绝，早说他不是良配，你非不听，回来好好补补。母亲叹道。霍庭云低头想起当初执意要娶她，差点和父母决裂，只觉荒唐。妈，我想赶紧结婚。他打断母亲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筛选过的相亲资料，都是清北高材生，身体健康。傻孩子想要孩子可以先领养，结婚不急。不一样。他抽回被攥红的手腕，抚过资料上林玉和的照片。我想要血脉相连的孩子。母亲无奈，你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，明早让你爸杀只老母鸡，先养好身体。霍庭云眼眶发酸，匆匆回房躺下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梦里苏婉舟没有背叛，他们琴瑟和鸣，养了一双儿女。他叹息，多希望是真的，可背叛的伤痕早已烙印心底。有些事像开弓的箭，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。3天后，我坐在餐厅包间里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杯沿，介绍人正讲着对方家事，我突然打断：如果有人打听这次见面，婚介红娘合上资料册会心一笑。霍同志放心，隐私保密，况且林同志是大学家属院长大的，比您还介意传闻呢。我这才松了口气。最近总睡不好，前一晚又做了梦。苏婉舟拽着我的手贴向他平坦的小腹。庭云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他眼睛亮得像新婚夜我掀盖头时那样，可我伸手去碰他，却化作烟雾。身后池翔得意冷笑：你以为有孩子就能留住他？他碰都不愿让你碰，根本不配他给你生孩子。我猛地惊醒，冷汗浸透后背，摸出抽屉里的离婚证，指尖划过苏婉舟的照片，轻笑出声：不配。钢印在照片边缘压出锯齿状阴影，像道愈合不了的伤口。我想要孩子，有的是人选，何须旁人智慧？没了我苏婉舟又算什么？霍同志相看的日子，红娘问。我摸了摸手指，下个月吧，选农历15，月亮圆那天也是我生日。父母准备的婚房堆了3年杂物，母亲已让人重新粉刷布置，很温馨。傍晚回到老宅，父亲在院子侍弄君子兰，鼻尖沾着泥土，见我就直腰。你妈炖了排骨汤在厨房，我点头端汤回房。深夜坐在书桌前翻资料，林玉和的腋角被我折了又折。清北机械系毕业，在国营机械厂工作，父母是大学教授。照片里他穿洗了发白的列宁装，麻花辫垂肩，小麦色脸颊有浅酒窝，飒爽精神。触动我的是他的眼睛澄澈的像清水，没有欺骗和背叛。我摸出台历，在9月15画了颗星，那是我的生日，也是奶奶忌日。相亲前一天，我独自去了墓地，奶奶墓碑前长了丛野菊，我蹲下伸把草，眼泪止不住落下。她生前的心愿是我幸福，却没赶上我的婚礼。阿妈，我会赶紧结婚，等孩子出生带他来看你好不好？微风拂过，像在回应。回家时，母亲在厨房忙碌，灶堂柴火噼啪响，我倚在门框边看她翻炒青菜，淡蓝色星星风铃叮当作响，恍惚间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段没烦恼的时光。苏婉舟反复看着那封信，又掐了自己一把，才确信不是梦。霍庭云真的走了，看落款他1个月前就离开了，正是他被迫输血醒来后不久。可他现在才发现，一瞬间力气仿佛被抽空，他猛地跌倒在地。他都干了些什么？霍庭云那么心软，能让他如此决绝，定是对他太失望了。他攥着信纸结泛白，眼里罕见的露出迷茫，踉跄起身。他翻遍霍庭云的房间，想找他存在过的痕迹，却只看到池翔的东西，他早已取而代之。苏婉舟忍不住扫落床头柜上的物件，像头陷入癫狂的野兽，跌坐在地，将头埋进膝盖。他想让他回来，却不知该怎么做。过了许久，他起身看了眼时间，下午3点，正是和池翔约好去登记处的时间。深吸一口气，将信收进抽屉，换了衣服，眼神变得冰冷而坚定。登记处门口，池翔穿了身牛仔夹克等候，和他们第一次相遇时一模一样。苏婉舟快步上前皱眉，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他抚过外套，纽扣笑了。婉舟，你误会了，只是要是大家知道你婚内就和我来往，你猜他们会怎么想？苏婉舟太阳穴突突直跳，你在威胁我？右手攥拳，指甲刺破掌心也没察觉。池翔歪头，一脸无辜，怎么会？我只是太爱你，像以前一样长久生活不好吗？你骗了我，还害我亲手伤害爱人，现在说想长久生活可能吗？他声音发颤，分不清是怒是悔。池翔逼近一步，带着压迫感。话别说太绝，我们是一类人。我是骗了你，可你若肯听霍庭云一句解释，早点查我，何至于此？他勾起他的下颚，指尖划过脖颈，抵在他心口。你说爱霍庭云，却还是跟了我，这就是你的爱，同时爱他的灵魂，我的肉体。收回手，他声音转冷。霍庭云当然接受不了，没有男人能接受妻子这样做。够了，别说了。苏婉舟猛地推开他，后背撞在墙上发出闷响。他又想起那晚，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罪恶接踵而至，唯独希望困在其中。恍惚间似见霍庭云的身影，伸手去触，却只碰到池翔温热的肌肤，就像那晚他至今想不通，明明看到的是霍庭云，醒来却见池翔躺在身旁。他红着眼眶说，我只要你记得我。他真的爱霍庭云吗？爱他又怎会与别人纠缠？思绪如乱线，让他痛苦不堪，胡乱挥臂阻拦。你根本不懂。池翔却握住他的手，贴近耳畔轻声道，但我可以接受，喜欢你这品质，与我不谋而合。忘了霍庭云吧。
他有的样貌、智慧、能力我都有。苏婉舟甩开他，拉开距离，不谋而合，真是讽刺。声音从胸腔挤出，满是痛楚，心脏、脏腑、皮肉、牙齿仿佛都在疼。他终于懂了霍庭云被冤枉时的滋味，定是这般痛。他抬头，眼中布满血丝，声音沙哑冰冷：“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和你过下去。”早该料到。池翔叹气：“有时真不喜欢你这性子太执拗，不懂变通。”苏婉舟还想说什么，手臂传来微痛。你不答应我，只好用别的手段了。池翔道：“你干了什么？”他惊慌失措，想推他，却浑身无力，视线渐模糊。好好睡吧，这样能迷晕一头大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苏婉舟醒来，发现双手被反绑在生锈铁椅上，眼前是堆满旧轮胎的仓库，煤味混着汽油味刺鼻，只有头顶摇晃的白炽灯将池翔的影子拉得老长。醒了，他从阴影走出，指尖敲着折叠椅，还以为你得明天才醒。苏婉舟扯了扯手腕的麻绳，粗糙的绳面磨得皮肤生疼，却挣不脱。别白费力气，我特意绑紧了。池翔提醒道。他警惕地盯着他脊背绷得像拉满的弓，却只是虚张声势要进，未过抬手都费劲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池翔轻笑，拍了拍他的肩，别紧张，只是想好好聊聊。苏婉舟眸色一凛，你这是想好好聊的态度，不是吗？那我直说了。池翔露出无辜表情，掰着手指，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跟我继续过，想都别想。他直接打断，二是死。他从口袋掏出个小瓶子，晃了晃，浓稠液体接触空气腾起白雾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硫酸。被泼中的人皮肤会先变黄碳化，最后像蜡烛一样剥落。苏婉舟浑身绷紧，后颈沁出冷汗。这个男人比想象中疯狂。你死了，我能得笔遗产，但我更想你陪着我。池翔眯眼笑问：婉舟选生存，承认自己是小人，还是为对霍庭云的爱选死亡？他死死盯着玻璃瓶，心脏狂跳。仓库霉味更浓，胃里翻涌，扯了扯嘴角，苦涩漫上心头。目光扫过他身后的汽油桶，忽然想起霍庭云的话：你总把责任当借口，不敢直面怯懦。麻绳勒得手腕生疼，头脑却异常清醒。是啊，一直怯懦不敢审视自己的是他，怕承担后果，找各种借口，甚至把错推给别人。可错了就是错了，这样的他和池翔有何区别？用死亡威胁我就会妥协？苏婉舟猛地侧身撞翻角落油桶，艰难摸出打火机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池翔见状暗骂，掏出匕首刺向他胸膛，却刺歪了，反倒帮他挣脱了束缚。他揉了揉手腕，抬眸道：池翔，我们这样的人终究要为行为买单，谁也逃不掉。我没错，错的是你。他嘶吼着，眼底闪过狠厉，拧开瓶盖就朝他挥去。苏婉舟侧身闪避，液体溅在衣服上，瞬间烧出个洞，再偏一点就是手背。一切都结束了。他将打火机丢在地上，油桶瞬间燃起大火，火光映在池翔脸上，他看清了他眼底的慌乱，这又何尝不是他的写照？懦弱逃避，用谎言堆砌的生活，终究把自己困在了这座酸腐牢笼里。好想再见霍庭云一面，好想回到从前啊！9月15下午，阳光正好，湖心亭的雕花木兰掠过光线，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光影。我提前10分钟到了，选了临湖石凳坐下。湖面飘着残荷，远处游船划过，荡起细碎涟漪。手包里的文件袋被我摸了又摸。林玉和来的时候带了阵微凉的风，比约定时间早5分钟。他穿洗的发白的蓝布衬衫配同色系工装裤，身量高挑，挺拔，裤脚卷着一折，露出沾泥点的解放鞋，半截手臂是健康的麦色。走近了才发现，他后颈有块淡红胎记，像片小枫叶。你好，霍庭云同志，我是林玉和。他点头示意，嗓音微哑。我也点头，递过一块手帕，擦擦汗吧。他愣了下，忙接过去道谢，指尖意外碰到我的手腕，他的心跳莫名快了半拍。抱歉，刚跑着来的，出了些汗。他用手帕擦着额角细汗，鼻尖萦绕着淡淡的皂角香，脸颊微微发烫。手帕我洗干净还你。林玉和抬头撞进他的目光里，那双眼像湖面的雾，朦胧又清澈。我没再多寒暄，打开手提包，推过一份手写保证书。我的情况介绍人该和你提过，我需要一个妻子，越快越好。同意的话，下周就能领证。我想尽快要个孩子。他的指尖顿在帕子上，我的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。聘礼、生活费、住房、工作调动，我都会按你要求安排。湖面残荷被游船碾过，发出轻响。林玉和忽然笑了，眼角挤出细纹。霍同志，这不像找对象，倒像谈生意，是交易。我坦然承认，给不了你感情，但能保你后半生安稳。他指腹摩挲着直角，巧了，我正缺个挡箭牌，家里催婚紧，我愿意。我眼中闪过讶异，随即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眯起眼问你的条件。一，我要继续在机械厂上班。二，逢年过节你得陪我回老家演戏。我沉默片刻，抽笔在保证书末尾补上2条，推到他面前。同意。林玉和盯着我骨节分明的手忽然握住。合作愉快，霍同志，明天上午10点登记处见。次日从登记处出来，看着手中红本，我不禁感慨，3年前也是这般场景，只是那时满心期待，如今少了许多天真。或许没感情，只靠利益和需求的婚姻，反倒更稳固，也更适合我。庭云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熟悉的声音让我皱眉，抬眼果然看见苏婉舟，她比上次憔悴太多，眼下乌青，头发凌乱，手臂上还有大片烧伤疤痕。我忽然想起不久前收音机里的新闻，一废弃工厂失火险些引发山火，
地点正是我之前生活的地方，难道和他有关？不愿细想，那无疑是把他重新拉回我生活。林玉和恰好走出登记处，我顺势挽住他的肩，迎着苏婉舟走去，没分他一个眼神，他眼睁睁看着我走过，才像从梦中惊醒，转身拦住我。庭云，你还在怪我对不对？都怪我黑白不分，信了吃香害了你，你怎么怪我都行，只要能消气。说着他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，半边脸瞬间红肿。林玉和瞥了苏婉舟一眼，凑近我轻声问，需要我回避一下吗？庭云最后2个字说的犹豫，大概是怕冒犯，却又难掩那点不舒服，或许是嫉妒。我身形一顿，无奈叹气，不用，等我一下，很快就好。拉着他转身直视苏婉舟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妻子，没别的事，我们先走了，还要去医院做婚检。眸子里平静无波，他的出现早已掀不起涟漪，曾设想过重逢时的崩溃嘶吼，可真到了此刻只剩麻木。苏婉舟下意识上前一步，我却同步后退。你结婚了？我轻应一声，没再说话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忽然喘不上气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头。林玉和不动声色把我往身边带了带，挡住他灼热的视线，温声道：庭云医生说要按时检查，别耽误了。眼神看向苏婉舟时却带着冰冷。苏婉舟这才注意到林玉和攥着我手的指节泛白。庭云，你们是什么时候？程团长，我冷声打断，我们已经离婚，你没资格过问我的生活。我不是团长了，他苦笑，被降职调来这里，没想到能遇见你。庭云，我之前被池翔骗了，声音渐低，带着悔恨的哽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若早察觉不对，少点私心，我们不至于这样。我忽然笑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是真被骗还是假意？自己心里清楚。池翔死了，他眼中盛满苦涩，意有所指的看了眼手臂的疤痕，他想威胁我，反倒害了自己。我也没讨到好，我静静看着，像在看一场表演。他死了，你解脱了，我也开始新生活，这样不是正好？苏婉舟眼神急切又慌乱，冲上来抓住我手臂，声音绝望颤抖：不，我放不下你，庭云。我蹙眉想甩开，一时没挣脱。林玉和已率先扯开他的手，将我护在身后。这位同志，你该清楚，庭云现在是我丈夫，和你没关系了。苏婉舟舔了舔干涩的唇，眼里余留苦涩。对啊，他已经不是我的丈夫了，可我还爱着他，想弥补过错，想重新开始。他忽然抬头与我对视，眸中迸出希望的光。庭云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等了片刻，见他没再说话，低头看了眼腕表。还有要说的吗？没有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我不是来听你忏悔的。我的语气平淡，却让苏婉舟喘不过气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咙。她张着嘴，只发出破碎的音节，眼中的光暗淡。我拉着林玉和离开，直到苏婉舟的身影消失在余光里，才缓缓松了口气。林玉和轻轻拨开我攥得死紧的手，上面有几道指甲印，是我无意识掐出的。他像变戏法似的掏出几颗薄荷糖塞进我手里，尝尝提神的。舌尖后像有只野猫。他靠在墙边，语气随意，灰白条纹的眼神跟你发狠时一模一样。我抹撒着糖纸，扯了扯嘴角，会咬人？那倒没有。林玉和耸耸肩，就是特别倔，为火腿肠得等人走远了才肯吃，跟某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差不多。下次带你去看看。我喉间泛起酸涩，被他轻松的语气勾出一抹淡笑。小猫眼睛哪像我会瞪人？那倒没有，就是湿漉漉的样子像。他半开玩笑，其实那小猫很粘人，总爱蜷在人身旁，饿了就扒拉裤脚，跟总想在你身旁多待一会儿的某些人一样。我轻笑，是吗？那某些人可要多陪陪我，尤其现在我需要人陪。林玉和愣了一下，嘴里被我塞了块糖，看着我得逞的狡黠笑容，他也弯起唇角遵命。1周后，2人去医院做孕前检查，消毒水味混着人参。我下意识攥紧他的手，在这等我去取号，很快回来。林玉和等了会儿不见他归，起身寻找时，听见走廊尽头传来喧哗，几个穿军装的人簇拥着苏婉舟走来，他捂着小腹，面色苍白的靠在一人肩上，臂弯里夹着病历。苏团长，你昨天吃了什么？怎么突然？年轻士兵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苏婉舟突然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小心！林玉和的惊呼与杂乱的脚步声同时响起，为避让推车年轻士兵转身时，推车意外撞到我，我的后腰重重磕在墙上，传来钝痛。林玉和立马扑过去护住我，后背被慌乱的人群撞得闷响，却仍用手臂圈住我的肩膀。庭云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疼？苏婉舟被士兵搀扶着，脸色比病历单还苍白，见我被撞倒，瞬间瞪大了眼。他猛地推开搀扶的人，踉跄着往前扑了半步，却因腹部绞痛跪倒在地。庭云，你怎么样？受伤了吗？我顾不上理他，咬着牙攥紧林玉和的手腕，指甲几乎嵌进皮肉。林玉和立刻叫来医生，朝急诊室送去。经过苏婉舟身边时，冷冷道：麻烦让我丈夫情况紧急。苏婉舟手悬在半空，眼睁睁看着2人离开，空气中残留的霍庭云气息让人眷恋又无力。急诊室红灯亮起，林玉和在门外踱步，掌心满是汗。他拿出我借他的手帕，闻着皂香味才稍安。苏婉舟被扶着走来，军装沾了灰，脸色更白。2人目光相撞，林玉和清晰看见他眼中的痛苦，却还是上前。苏婉舟，庭云需要休息，别再打扰他，我只想确认他没事。苏婉舟声音沙哑的像吞了碎玻璃。林玉和眼神冷漠，他不想见你收起假惺惺的关心，有些错一旦犯了就没弥补的机会。走廊灯光昏暗，苏婉舟靠墙滑坐，他知道自己再没资格关心他了。急诊室门开，林玉和急忙询问，得知只是肌肉挫伤，需休息，才松了口气。苏婉舟挣扎着想进去，被拦住，人道：我不会放弃的。林玉和望着他背影，眼眸晦暗。我醒来，眼里不是灰白墙壁，而是林玉和关切的眼神。阳光落进他微垂的眼睫，在瞳孔碎成粼粼光斑。庭云感觉怎么样？我轻轻摇头，看向交握的手。林玉和慌忙松开脸涨得通红，是意外，我太急了，没关系。我笑着主动牵住他，这么紧张做什么？他不好意思挠头，我担心你昨天看你被撞，我真怕失去你。我心头一暖，不会的，你看我好好的。庭云，我想和你办场婚礼。林玉和的指腹轻轻蹭过我的指节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上次领证太仓促，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些，我想光明正大的告诉所有人我们结婚了。我一怔，目
目光落在他微微绷紧的肩线上，怎么突然？本想说讲究这个，话到嘴边却成了好。我回去和母亲商量，预算不用担心，是该商量。他忽然抬手，指尖掠过我鬓角，轻得像凤，另一只手从裤兜摸出油纸包，展开是马奇的纸币。这些年攒的我的嫁妆。我盯着那落边角府的平展的钞票，喉结滚了滚，忽然笑了，不是客套的弧度，是眼底漫上来的暖意。有你在就够了。拢住他的手，连纸币一起攥进掌心。接下来半个月，他工装裤口袋总装着皱巴巴的笔记本，每天凌晨5点，我都见他在花架下写画画，上面列着喜被尺寸、糖块数量、自行车接亲路线。最后一项，庭云喜欢的花，后画着问号。傍晚，他拎着一大袋糖果进门，蓝布衫印着汉字，放下糖果缓了会儿，他擦干净手，从口袋掏出朵红绸扎的假花，问过卖花的王婶，城里实行玫瑰，可我跑了3家都没货，这是找李婶学的，知道难看。婚礼那天我扎朵更好的，很好看。我接过花别在胸前，俯身吻了吻他的额头，辛苦你了这半个月。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，从前只和机床打交道的姑娘，如今能和小贩讨价还价，甚至练出了好厨艺。只是看着面前从头红到脚的人，我无奈摇头。都在一起多久了还这么害羞？他却一把扑进我怀里，没办法，你总是这样太犯规了。脑袋轻蹭着我的脖颈，带来一丝痒意。我别过头，强装镇定，咳嗽2声。好了，去吃饭吧。再见到苏婉舟是在3天后。布料店里，我无奈听着林玉和和老板争论枣红色与酱红色的区别，转身瞥见门外闪过熟悉身影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左臂缠着纱布，见了我眼中闪过惊喜。庭云，我正找你，胃疼的厉害，你能不能？他想牵我的手，被林玉和拦住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他眸色一凛，硬生生逼退苏婉舟几步。我后退半步，握住林玉和的手。玉和上次说清楚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苏婉舟盯着我们交握的手，喉间发苦。你不是医生吗？帮我检查下身体。我嗤笑，苏团长贵人多忘事，我是骨科医生，治不了胃，胃痛赶紧去医院，别耽误病情。林玉和挑了挑眉，递过一块布料。老板说这只锦缎耐磨，你摸摸。苏婉舟眼中闪过不甘，盯着料子道：庭云还记得吗？当初我们挑喜被是你选的，你不喜欢红色说俗气，我头也不抬。现在喜欢了，结婚还是红色喜庆。林玉和不耐烦瞥他，苏团长这位真坚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装的想让庭云心疼。苏婉舟脸色一沉，刚要反驳就被我打断。我们换家店，您慢慢逛。说完拉着林玉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1月1日一嫁娶，凌晨3点我从床上爬起，院子里泛着清白天光，蹲在自行车前缠红绸花。昨夜跟李婶学的新样式，金线锁边坠小铃铛，风一吹叮当作响。母亲端着热茶走来，替我整西装领口，戴上林玉和做的胸花，欣慰笑道：庭云终于寻到幸福了。往我口袋塞了把红枣，待会儿别慌，稳稳接人。院外传来喧闹，由远及近夹杂孩童笑闹。新郎官要出门了，我穿着合身西装站在院门前，晨光镀了层金边。林玉和扶着门框走出，想起初见时他也站在光晕里，像幅被岁月润色的画。他心漏跳半拍，快步上前扶我手臂，掌心发烫。庭云，你今天真好看。迎亲队伍从巷口排到街角，都是他的工友。为首的老王拍我肩膀，对我们小林好点。我郑重的点头，在嬉笑声中载着他往北驶去。自行车经过绸缎庄，老板抛来一把糖，新郎官可着劲骑。林玉和回头看我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惹得路边卖豆浆的阿婆直抹眼角。多俊的一对啊！路过医院时，我忽然攥紧林玉和的手，怎么了？他忙捏刹车，转头见我盯着医院门口，迎亲队伍也跟着望过去。那谁啊？杵在门口，新调来的苏营长，听说在军区犯了错才被降职。庭云，你要和他？林玉和的话没说完，我轻轻摇头，不用走吧，还要去湖心亭拍照。迎亲队伍重新动起来，苏婉舟赶忙追来，被老王带着工友拦住，他的叫喊声淹没在人群里，随微风远去。日上3竿霍家老宅坐满了人，林玉和帮着招待宾客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霍庭云呢？苏婉舟挤进来，慌张张望，庭云去换衣服了，来宾名单没你名字。林玉和挡在他面前，目光警惕，去哪换了？带我去找他。苏婉舟抓住他肩膀，指尖几乎戳进骨头，你们已经过去了，今天是我和他的婚礼。林玉和怒喝着甩开他，迟想我以为他死了。苏婉舟掏出皱巴巴的报纸，标题刺眼：废弃工厂火灾调查结果公布，遇难者身份确认，上面没有他的名字。他声音从牙缝挤出，前段时间总有人在霍家外鬼祟，穿牛仔外套，很可能是他。庭云在哪？他有危险。够了！林玉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偏这时来，你就是想搅局。另一边我换好衣服，听见院外林玉和的怒喝，还有苏婉舟提到的名字，迟想刚想推门，后腰被冰冷物体抵住。好久不见，霍庭云。男人阴冷的声音在耳畔响起。我皱眉没回头。你没死。迟祥咯咯笑，把玩着我的胸花，就这么盼我死，可惜让你失望了。盼你死倒不至于，只是好奇你来做什么。我余光瞥见抵着腰的匕首，寒光凛凛，当然是来叙旧啊。迟祥的匕首上一架在我脖子上，整个人也落入视线。他站在阴影里，右半边脸附着深褐色疤痕，从发际线蜿蜒到脖颈，皮肉扭成蜡状褶皱，原本的眉骨处只剩淡粉色凹陷，眼球异常凸起，泛着浑浊的黄，手臂裹着大片纱布，有些地方还在渗血。再这样下去，伤口怕是要发炎溃烂。我叹了口气，尽量让声音柔和。迟祥，先把匕首放下，你的伤口。话没说完就被他粗暴打断，情绪激动的匕首险些划伤我。用不着你说教装什么假好人，我变成这样不正是你想看到的？这样就没人和你抢苏婉舟了。提到苏婉舟，他声音里多了几分扭曲的爱意与嫉妒，仿佛自己的惨状全因我横刀夺爱。那狰狞面目让我暗吸一口凉气，心中除了恐惧还有丝难以言喻的悲悯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若心里还有苏婉舟，当初也不会果断离开。我不管是你们害我到这步，都该死。他近乎咆哮，沉浸在仇恨里。我问心无愧，为达目的伤害别人的是你。我的话刚落，余光瞥见长廊有身影路过，刚想呼救，耳垂已被匕首划破，血珠溅在地上，像含苞的红梅。再喊就跟你舌头。迟祥掏出浸了药水的布捂住我口鼻，意识模糊前听见院外林玉和的怒吼。苏婉舟离开这里，紧接着是他朝新房跑来的脚步声。林玉和推开门时，屋里已没了我的身影。
只剩地上几滴血迹。苏婉舟紧随其后，指着开着的窗户和窗沿的衣角，牛仔布料庭云从没穿过，带走他的是池翔。林玉和强压着愤怒与慌张，松开揪着他衣领的手，先找庭云，你了解他可能去哪？苏婉舟望着墙上带标记的地图，他已经给了提示。迷迷糊糊间，我闻到潮湿气味，睁眼发现身处陌生之地，水泥墙斑驳脱落，头顶灯泡忽明忽暗，手腕被麻绳勒得生疼，试着扯了扯绑得很紧。池翔坐在3步外的木凳上把玩着匕首，醒了知道我为什么没立马杀你吗？苏婉舟不是爱你吗？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你死却无能为力。他起身用刀尖挑我下巴。苏婉舟没来，你不会杀我，我声音笃定，悄悄用藏在袖子里的小刀割绳子，得先稳住他。池翔退回坐下，神色反常平静。现在是这么打算，可他来太迟就不一定了。他忽然整理头发笑了，因脸上的伤难笑容格外诡异。我今天帅吗？我和婉舟第一次相遇也穿这身。他说牛仔趁我本该和他带孩子幸福生活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哭起来，指甲抠进脸颊疤痕，暗红血珠淌下也不觉痛。看看这张脸令人作呕，但没关系，我有你。婉舟一定喜欢你这张脸吧？我把它剥下来贴我脸上，他会不会看我？他抚上我脖梗猛地收紧。霍庭云，我好恨你，凭什么你有家室有家人，女人勾勾手就来？我恨不公恨万物恨你。庭云，池翔放开他。苏婉舟踢开铁门闯进来，林玉和紧随其后，见他掐我脖子，眼中怒火熊熊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池翔咯咯笑，刀尖压进我皮肤，血顺着锁骨滚。婉舟，你要怎么不客气？他在我手里，我一用力他就死。但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可以放他。什么事？苏婉舟面色凝重，她张开双臂，嫁给我和不堪的我结婚，爱护我不难吧？苏婉舟垂眸吸气，我对你没情意了。池翔声音突然平静，更显毛骨悚然，是因为我变成这样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会嫁你。我们的相遇本就是错。池翔咬着手指，眼神忧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去死吧。池翔手腕翻转，匕首要刺向我腹部。苏婉舟猛地扑来，却被他用膝盖顶住胸口。他喉间闷哼，重重砸在木箱上，木屑扎进后背也顾不上，伸手去抓他手腕。别碰庭云！林玉和趁机冲上前，用扳手砸在池翔握刀的手腕上。匕首落地，他踢开凶器，扶起我，食指间触到腰间失意，声音发颤：血哪来的血？是他的，我没事，只是划破衣服。我指了指他手臂溃烂的伤口。林玉和闭了闭眼，突然将我紧紧搂住，下巴抵着我发顶。都怪我要是早发现。我反手抱他，感受着他平复的心跳。不怪你这没法预料。想笑，嘴唇却在发抖。苏婉舟撑墙站起，望着我们喉间苦涩，警笛声渐近。我们往外走时，池翔抓住我裤脚。要是我没招惹苏婉舟，会不会不一样？我轻声道：会，但你选了这条路，得自己走到底。数月后，我们的女儿在市立医院出生，护士将裹着粉布的婴儿放进我怀里，眼睛像爸爸，鼻梁像妈妈。我看着面色苍白的林玉和，又看了看怀里的孩子，红了眼眶。生孩子这么辛苦，目光落在门口。苏婉舟站在阴影里，抱着红布包，不进来吗？她走进来，递过布包，送孩子的亲手做的拨浪鼓，别嫌弃。我要去边境任职，可能不回来了。庭云，祝你幸福。他深深看我一眼，满是眷恋。窗外梧桐叶沙沙响，麦糖葫芦的吆喝声悠长。1982年的秋天，有人收割稻谷，有人晾晒棉被，有人给新生儿换尿布。我摸了摸女儿柔软的头发，听见林玉和轻声说：咱们的小念安正赶上好时候了。是啊，赶上好时候了。窗外云白如棉，阳光正暖，怀里的温暖，身侧的温度，远处新生活的声响，都是时光的答案。那些打不败我的，终将让我更坚韧。